他是一个疯子，神通惊人，暴烈猖狂，见神杀神，见妖杀妖，六亲不认。他是哪吒。 哪吒，你可真贱！汪！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当时国内可能就是喜羊羊啊、熊出没啊，这些是给小朋友看的，但其实缺少给年轻人看，或者说至少没有走到大众视野。包括刚开始做哪吒，很难想象如何的内容能够去让孩子喜欢，因为我们其实不太了解孩子的喜怒哀乐。我们平均年龄现在可能不到30岁，指望我们一定去做出一个给小朋友看的东西，其实说实话是很难从内心去感受这个东西的。但我觉得如果想做好一个内容，很重要的一点是你自己首先要喜欢，你自己要找到能够和你自己内心产生共鸣、产生联系的地方。我们更在意的是我们自己喜欢什么。还行啊，哎，我问你小时候你爸有没有把你抱在腿上，给你讲哪吒闹海的故事？那故事我当然听过。3000年前，哪吒，你杀了我儿！我们都知道原来的故事里边，哪吒他自杀之后然后化为了这个一缕魂魄，做成一个莲藕的哪吒。假如说当时他没有真的回去，他自己就跑了，会发生什么？大家都在找他，他到底在哪儿？就有了我们最开始李云祥这个人物设定，他其实是一个转世的哪吒，在一个普通的机车男孩身上出现了。你就是那个翻天覆地、仙动四海、不可一世的哪吒。导演跟我们聊的时候也是说，要做一个比较热血的，让人看了很有冲劲儿的电影。这个大概就是哪吒最开始的留给我的一个印象。他是一个热血的朋克青年，在此基础上我们去设计这个角色。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哪吒这个传统形象在观众心中已有的这个样子，也尽量不让大家有一个太大的这种抽离感，尽量在视觉的感受上还有一点点的这种关联。说到他的这个发型，其实我们纠结了一下，因为我们试了很多版发型，后来觉得说两个揪的青年真的是有点不忍直视，所以两个揪的这个方案最后就是在他的这个真实的形象上 pass 掉了。后来觉得哪吒的头发还是扎起来，感觉比较在某种程度上更像他。就是磨了很多版，出了很多版，但是一直都找不到那个点，那个状态是很痛苦。岳梅的话，她其实更在意的是这个角色的这种状态和劲儿。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什么都没改，就改了一点点眼角、嘴角的肌肉啊，这个下巴是不是宽一点、细一点，它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人物性格就对了。像或者这种，你看它稍微有点颜色的。其实它大概走过来感觉就是这这样，就是这个是吗？啊，行就是，OK，好。哪吒他本身应该说是整个咱们中国的所有的神话人物里边最具备朋克精神的一个英雄视觉风格应该也是会有一种朋克的感觉。当我们最开始有了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去找龟爷。龟爷应该是公司里边最朋克的设计师了吧，所以自己就非常喜欢玩机车，他本身就是那个范儿，于是他就帮我画了好多张
最早期的哪吒的概念图。我的想法特别纯粹，那朋克当时因为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当你把剧情想表现的点带给观众一种什么感觉，你发现一个纯粹的朋克是满足不了这部片子。工业朋克、赛博朋克、废土朋克这几种东西，人家都是相对很成熟的。我们希望找到属于我们片子自己的一种朋克类型，然后最后我们也是特意去了一趟老上海，真的是在弄堂里走了走。我们有时候就开玩笑说我们这个是民国朋克。它是基于上海的弄堂去改的，还原了很多上海生活气息的东西，这些架子、这种乱的劲儿，以及这些中文的符号。作为美术总监呢，我要做的事儿就是依据故事情节点、角色特点、时代背景，为这部电影呢去量身打造一个尽可能合理的世界观。我们需要一个贫民区，主角他出自贫民区，我们也需要一个富人区，反派出自富人区。面具人的那块属于工业区，要比贫民区更机械化，但是又没有富人区那么讲究，那么窗明几净的那么一个感觉。这个整个高炉的感觉就是那个面具人水塔里边的一个大的剪影感，大的管道啊，那种感觉是我们那个当时面具人水塔主要参考的一个感觉。二维的很多东西其实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酷，越来越潮。这个时候其实摆在我们眼前的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如何把二维转化成同样漂亮、同样酷炫的三维，这其实是一个蛮难的课题。动画这个流程呢，是因为我们是需要把前面设计的角色人物形象，通过我们的表演赋予这个角色生命力。我用什么方法去把这个人物呈现给观众，这个是我们动画师要做的。经过导演讲戏之后，每一个动画师会深入的去拍摄 reference， 就是相当于每一个镜头把这整场戏都拍一遍，去揣测角色的内心，他的潜台词是什么，他能做出什么样的表演，能够更好的展现这个角色和人物，能够更吸引观众。老李，我们来了。爸。哟，卡莎，你可有一阵子没来了啊。reference 之后，其实就开始进入到玛雅制作。OK， 经过2轮或者更多的轮次，之后确定了大的方向，然后我们再进入动画制作。这个人物现在是一个木雕泥塑，他没法做动作。我现在要赋予这个人什么样的 pose， 我们让他动起来，我们让他去演戏。他这个呢，重心没怎么动，我需要他这个重心是动，因为你现在一直是坐着走，你现在是这么走，对，它其实应该是高一点。动画电影剪辑师，这其实是一个在市面上可能不存在的工种，或者说并没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岗位描述。动画电影的剪辑和真人电影的剪辑的很大的不同是，动画电影它的剪辑部门是前置的，相当于前期部门，但是在真人拍摄阶段中呢，剪辑部门是属于后期部门。剪辑它会需要去参与很多个不同的阶段，需要去剪很多个不同阶段的版本。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版本还是故事版的版本，或者是我们进到了3维的版本。再或者是我们最终渲染出来了灯光镜头再去进行剪辑，相当于每一个流程都需要经过一手剪辑的工序，然后再传达给下游。在哪吒的时候，其实第一版的整片很
不好，出来了之后觉得不行，这个片子不能这样下去，这个片子要砸，最后呈现的出来的这种往爽了走，往燃了走，这种都是我们在第2版开始再去尝试的。乱的，就一直就我这儿特别没有，这真的我一直数的拍子都是对的。你这就很奇怪吧？我给你 solo 音乐，这拍子绝对是对的。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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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拉巴巴拉，没错，你再来。最后不会是这样吧？最后不是，就是最后改成什么样来着？我都忘了。整体其实剪了小半年，因为你不可能盲剪了，需要有一个声音在下面垫着到这段台词，我需要收多长时间，这个镜头我需要给多长。我可能比较喜欢配音一点，然后也想尝试一下，偷偷的去试了一下，没有想到就试中了。刚才可真够悬的，亏你想得出来。林翔，今天你状态不错啊。世界许多好地方，自由的我呀，哪里都可以。我们屋子是出了名的鬼哭狼嚎屋。3、2、1，走。比如说这一段戏，我们需要一个很热闹的情况，那我们可能就一屋子的人在那儿喊出来。下雨了，终于下雨了，真的，太好了！就拿着那个录音笔去录下来，我们直接放到我们片子里面去呈现出这个热闹的感觉。我跟你讲，哪吒这一世的重生是你李云祥。你需要制造一套铠甲来引导你的内火。当然了，动画电影的作曲比例在整个的片比来说，还是有高过真人电影蛮明显的一个比例，因为动画的作曲是有很多的专业技巧性的东西在的。这个对作曲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动画电影里边很多音乐进的比较早，所以基本上我有好多个片、好多部合作都是将近1年，甚至是超过1年的一个时间。那在重生里边，我们主要做的其实是一个视觉语言、视觉风格音乐化的一个设计。蒸汽朋克也好，民国朋克，因为赛博朋克它是一个美术的一个语言、视觉语言，在这种架空的一个条件下面，音乐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呈现？离我不近，你是寻来帮其实就是最开始听上面那个，就是那个笛子，咱们就开始迷笛的嘛，然后后面变成吹的以后，它不是好多地儿吹不过来嘛？对，就是还变化还挺有意思的，就是那个重新吹了一会儿，我说糙，后来一琢磨不对，这个才是真的，原来那个音太完整了，对，上面那个就是太完美了的那些音，而且本来就快节奏，所以他们其实吹的难度是有的，对吧？特别难，因为当时没有想着要那么去弄。对。还有包括，我们如何跟画面去配合？比如说拿那个哪吒里边那段蒙太奇，我找了好几个不同的歌曲，然后我就开始提，我说这个我觉得调性对，但是我让它 Chinese， 我让它变得更有中国的味道。它的在里边很纠结，光风格我们至少就得试了有可能10版得有，差不多完全不同的。就是风格，包括跟可儿我们剪辑师配合，就大家一起就在这么一个段落里面去反复的磨合，反复的试，更从实验创作角度的做了一些这样的尝试。好吧，够用了。好嘞，好嘞，谢谢郝老师。好，没事，谢谢郝老师。很难说具体哪一个角色就一定是我自己说映射在上面，但我觉得我会对里边的所传递的这些情感所感动。哪吒的精神是让我觉得非常值得去在你内心中始终能够去保有这样一股劲儿，去挑战和去做很多可能不可能完成的事情。面对更大的挑战和面对更大的未知的时候，有着这种去敢于去
坚持自己，做好这一切的这种心态和准备，我觉得可能也是女孩这个角色能够带给我自己的一个感动吧。